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又回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麦克。那有观众呢推荐我 RPD 在37号实验区呢，可以当做一个 BOSS 收割机啦。那我想说，我有好几把，就想说来测试玩一下。先来说一下 RPD 这把枪，它可以在零度挑战的大兵兵身上拿到。那这把如果没有特殊配件，就是 RPD 射速模组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它的攻击会比较没有那么亮眼啦。那我宁愿拿 RPK， 因为它的攻击力比较高一点。但有了 RPD 射速模组之后呢，我觉得它的封印才会被解开啦。而 RPD 射速模组的蓝图同样也可以在大兵兵身上拿到，所以其实就是零度挑战多打几次就可以了。那这把武器在最近跑了几场测试后呢，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先来说这把武器的缺点好了啦。那如果大家有拿到这把武器的话呢，应该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想法，就是第一，它很重，它的配件呢装一装大概就12-13公斤了，相当于身上带2把枪。那因为一般的步枪呢都差不多在4到6公斤左右嘛，所以如果你主手要带 RPD， 副手的武器呢相对的就要轻一点。那我这边建议同样是带狙击枪啦，因为 RPD 呢，它可以很好的覆盖中短距离的敌人，所以如果副手带冲锋枪或者是散弹枪的话呢，我觉得基本上用不太到啦，而且副手多带的子弹呢就会很占重量，所以我觉得呢，选一把轻一点的狙击枪，在37号实验区呢，它就可以 cover 掉就是远距离的敌人。第二点就是第一点的延伸啦，就是无法拿太多东西，就是因为它很重嘛，所以你能够拿的东西呢就有限。所以如果你出行的目的呢是要收东西的话，背包推荐就是背军用背包 Max 或者是银翅膀啦。第三点就是它换弹很慢，那因为弹夹子弹多，所以相对换来的缺点就是填装速度会很慢。所以如果想要用 RPD 的观众呢，可能就需要戒掉换弹矮的习惯啦。那再来就是换弹的时候呢，尽量找有掩体的地方，就是换完弹呢再往前推进，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第4点就是它很耗子弹啦。那因为 RPD 的伤害呢，其实并没有很高，然后加上射速快，所以子弹呢相对也废得比较快一点。所以出行的话呢，可以多带一点 AR 子弹啦。再来第5点就是它的射速呢，需要1到2秒才能够达到最高速，所以只要一翻滚或者是打断就要重算。所以相对的，你就没有办法像其他的 AR 或者是冲锋枪这样很灵活的射几发，然后翻滚，然后换弹之类的。所以你一开始射击后呢，就可以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固定的炮台啦，就是可以让射速呢达到最高，瞬间秒掉敌人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在玩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点类似像换血的状况啊，就是你跟敌人呢，就是定在定点，然后再拼，就是说到底谁的血比较多这样子。那以上5点呢，大概就是我觉得这个 RPD 的缺点啦。那或许各位会觉得说，哇，那感觉不太好用耶。No， 这个 RPD 这把枪呢，其实可以把它想成是纯粹攻击型的枪啦。虽然它灵活度不高，但我觉得它在于解决密集的敌人还有打王上呢，算是1等1的好用。那王看到你呢，只要时机一抓好，准心瞄好，滑鼠按着，就可以快速的秒掉王或者是敌人。那这边我发觉，相较于37号实验区这种开放的地图呢 ，RPD 更适合密闭的地图啦。那所谓密闭的地图呢，就是进入后无法回来，就是需要将敌人呢打完之后呢才能够撤退。譬如像迷宫跟零度挑战这种，尤其是迷宫啦，因为它敌人呢相当密集，而且血又很厚。那一般的 AR 呢，可能要频繁的换弹。但 RPD 呢，可以顶个3-4个敌人不用换弹，真的是一时射一时爽，一直射一直爽啊！而且因为迷宫内的敌人呢都是给 AR 弹，所以刚好弥补 RPD 废子弹的缺点，所以我才觉得 RPD 非常适合迷宫的地图啦，打起来很快而且很顺。另外，用 RPD 打迷宫呢，需要转换一下边打边收的观念啦，因为枪支呢加子弹会很重，所以可以考虑呢将子弹带多一点，然后把地图中的敌人呢整个清光，然后再慢慢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刚好身上变轻，然后打完后呢收敌人，刚好补回之前打光的子弹啦。接着这边我就放个我带 RPD 跑迷宫的片段吧。
这一场还蛮幸运的，是一进来就马上碰到 Takila 了。那这边一样先把附近的陷阱清一清，之后比较好活动。那这边就有听到 Takila 的脚步声，然后敌人他周遭呢就有很多小兵啊，很讨厌。那还好，这个 RPD 的优点呢，就是它子弹多，可以快速的清掉它周边的小兵。那在迷宫中呢 ，Takila 跟 Killa 呢打他们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不要跟他们刚枪。就是我知道，就是虽然你会想要一直按着让射速呢达到最高，但是呢 ，Takila 跟 Killa 呢，他们的血跟甲真的实在是太厚了，你永远都刚不过他。所以记得就是大概射一射，然后不行了就往后撤，找掩体这样子。重点是他们枪支的子弹呢，伤害还比你高，所以你看你这样子射一射呢，被他们射一轮就只剩下半血了，所以要非常小心啦。尤其是 Killer 用的那个 RPK 呢，你射几发你大概就快挂了。那这样在撤退的途中呢，一样会碰到一些其他的敌人啊。那 RPD 的好处就是它子弹多，所以大概撑个3、4个没有问题。然后抓到空档呢，就赶快补血跟换个弹。那这边一样有陷阱，我都会把陷阱清一清啊，因为这样子也让自己比较好移动。那各位有时候也可以利用 Takila 跟 Killa 他们的雷射光来判断他们的位置大概在哪里，因为他们的视野一定都稍微比你远一点嘛。但是如果他们看向你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一束雷射光射来，所以大家可以利用那个雷射光朝那个位置猛射。那因为子弹多也是 RPD 的一个优点，那你就可以朝那个位置呢一直射击，压制他们的火力。那有时候莫名其妙可以直接在视野外就可以把他们干掉了。那在这个迷宫中打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习惯把子弹带够了，然后清完一轮呢，再慢慢收，然后有时候呢，甚至是整场清完，然后我再收这样子。因为你边打边收呢，很容易让敌人一直来，而且加上因为 RPD 它太重了，所以你一直收的话呢，很容易就过重。所以我的话呢，我有时候是习惯就是打完就是可能一个区域，然后我再慢慢收这样子。这边马上又听到 Killa 的脚步声了啦，真的是不让你休息啦，就是打斗呢非常的紧凑。那这边一出门马上就看到 Killa， 那我想说如果打不过就躲房间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 Killer 呢，好像有时候就是我说会有时候卡 bug， 他们有时候一打到他有时候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反应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趁机呢，赶快把它秒掉啦。但大部分的时候，我是不建议各位这样子站着跟他刚枪啦，因为如果他的 RPK 如果打出来连射的话呢，你很容易就会瞬间挂掉，所以各位还是要小心啦。另外，刚刚地上的陷阱我就没注意到，这就为什么我说地上陷阱呢？有看到记得的清一清啦，因为不然的话呢，有时候就会像我刚刚这样，就是视线呢可能专注在敌人身上，结果翻滚的时候呢就误触陷阱这样子。这边 RPD 它有个优点啊，是说它的射速达到最高的时候，它的弹道会变成一直线。那我就习惯就是直接呢，就是对着镜头外呢一直猛射啦，就是朝敌人射击的方向这样一直猛射。那这样子很容易就直接在镜头外呢就把敌人给秒掉。那这缺点就是稍微比较耗子弹啦，不过这就为什么我说 RPD 在迷宫中非常有优势，就是因为迷宫中的敌人呢都是给 AR 弹，所以你的子弹呢很容易可以补回来啦。这边打完 Takila 跟 Killa 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在收地图，然后还有处理一些零星的小兵了啦。这边近期使用 RPD 的心得呢，是我觉得 RPD 它比较适合就是特定的一些地图或者是情况啦，譬如像说零度挑战或者是迷宫这种敌人比较密集的地图。那如果各位是想要边打边收的话，我觉得一般 AR 其实就蛮够用了啦。那以上就是我最近用 RPD 的这个心得跟体验啦。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